清水祖师爷。清水祖师爷，俗名陈昭应，法号普足，是北宋时代福建泉州安溪的高僧。他的生平事迹和传说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文化。清水祖师爷由来。清水祖师爷生于1045年，7岁时即在大云院出家为沙弥，法名普足。他曾师从大净山长老明禅师，习经坐禅3年，后来返高泰山，建造数十条桥梁。他后来定居安溪蓬莱山，并在那里建立了清水岩。因为他在当地的贡献，当地百姓尊称他为清水祖师。清水祖师爷传说。根据传说，清水祖师有多次显灵的事迹，以下是几个著名的传说。清水祖师求雨传说。求雨传说背景，在宋神宗元丰6年1083年，福建安溪地区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旱。这场旱灾持续了数月之久，导致农作物枯萎，河流乾涸，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痛苦。百姓们向各种神灵祈求雨水，但一直未见成效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清水祖师，希望他能够显灵，为大地带来甘霖。祈雨的过程，在大旱持续的情况下，安溪的百姓纷纷前往清水祖师所在的清水岩，请求祖师帮助他们解决旱灾问题。清水祖师听闻此事，深感怜悯，决定施展法术为百姓求雨。根据传说，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前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祈雨仪式。他首先在清水岩的香火前礼佛，然后开始诵念经文，祈求上天降下雨水。祖师站在坛上，口诵大悲咒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并用手中的禅杖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，象征住天地间的轮回和自然的和谐。仪式进行了数个小时，祖师全神贯注，不断地诵经祈祷，周围的百姓则在一旁虔诚地祈祷，希望上天能够听到他们的请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气开始发生变化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逐渐变得阴沉，云层开始聚集，大雨降临。在清水祖师的祈祷声中，天边开始响起雷声，随后一道闪电划破长空。不久之后，豆大的雨点开始落下，雨势越来越大，最终变成了倾盆大雨。这场久违的甘霖持续了数小时，彻底解除了旱情，使乾渴的大地重获生机。百姓们看到清水祖师的灵验，无不感激涕零，他们纷纷跪拜在清水祖师的面前，感谢他的慈悲和神通。这场大雨不仅让百姓的农田重新恢复了生机，也让他们更加坚信清水祖师的灵验和神圣。清水祖师驱虫传说。驱虫传说的背景发生在清水祖师定居安溪蓬莱山期间。当时的安溪地区气候温暖潮湿，农业发达，但也因此容易滋生各种害虫，对农作物造成了严重的威胁。农民们常常面临虫灾的困扰，种植的作物被虫害侵袭，影响了收成和生活。驱虫的过程，根据传说，某一年，安溪地区爆发了严重的虫灾，各种害虫肆虐，农作物大面积受损，农民们苦不堪言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前往清水祖师所在的清水岩，请求祖师帮助他们驱除害虫。清水祖师听闻此事后，深感百姓的困苦，决定施展法术帮助他们驱虫。他首先在清水岩的香火前礼佛，诵念经文，祈求上天赐予力量。随后，
他拿起一碗清水，口中念诵咒语，将清水洒向四周。据说这碗水具有神奇的力量，能够驱逐害虫。接着，清水祖师手持禅杖，来到农田边缘。他用禅杖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，象征住保护农田的屏障，并口中诵念大悲咒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随着咒语的念诵，天地之间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开始运转，害虫逐渐被驱散，农田恢复了生机。驱虫的效果。驱虫仪式结束后，农民们惊奇地发现，田地里的害虫真的减少了很多，农作物重新变得茂盛起来。他们对清水祖师的法术感到无比神奇，纷纷跪拜在祖师面前，感谢他的慈悲和神通。这场驱虫行动不仅解除了当地的虫灾，还让百姓更加坚信清水祖师的灵验和神圣。他们开始定期前往清水岩祭拜，祈求祖师保佑农田丰收，驱除灾害。清水祖师爷的剑桥铺路传说。清水祖师爷1045比1119，俗名陈昭英，是北宋时期福建泉州安溪的著名高僧。他的生平事迹和神话传说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，其中剑桥铺路的传说尤其著名。这一传说不仅展示了清水祖师的神通广大，还反映了他对当地百姓的无私帮助和深厚的慈悲心。剑桥铺路的传说。在清水祖师的诸多传说中，剑桥铺路的故事尤为动人。据说，安溪地区山高路险，交通极为不便，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。清水祖师爷目睹这一情况，决心帮助百姓改善交通状况。传说有一天，清水祖师在巡视山间时，发现一处河流湍急，村民们无法安全过河。他决定在此建一座桥，于是他带领弟子们开始动工建桥。祖师以禅杖点地，奇迹般的，所到之处，地面便出现了坚固的桥梁结构。弟子们和村民们一起努力，最终在短时间内建成了一座坚固的石桥，让村民们能够安全过河。这座桥被称为祖师桥，至今仍在当地存在，成为清水祖师灵验事迹的重要见证。村民们感恩戴德，将桥视为祖师的神迹，每年都会在桥上举行祭祀仪式，祈求祖师的保佑。除了建桥，清水祖师还带领弟子们铺设山间道路。安溪的山区道路崎岖难行，村民们经常因道路问题而受困。祖师决定修筑一条通往山下的平坦道路。传说中，祖师以禅杖点地，所到之处，道路变得平坦宽阔。弟子们和村民们日夜不休的工作，终于完成了一条通往山下的道路。这条道路被称为祖师路，成为当地的重要交通要道。村民们感激祖师的恩德，经常在道路两旁设立香案，祭拜祖师，以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。医病救人的传说。清水祖师爷的医病救人传说数不胜数，其中一些著名的故事成为当地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这些传说展示了祖师的医术高超和慈悲心肠。相传在北宋年间，安溪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，村民们纷纷感染，死亡人数众多。村民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来到清水岩，向清水祖师求助。祖师爷听闻后，立即前往疫区。他用法杖点水，将水变为药水，并分给村民服用。村民们服用后，很快痊愈。这一事件使得祖师爷的名声大噪，村民们感激不尽，
纷纷前来拜谢。传说中有一名村民突患疯病，经常发疯咆哮，吓坏了周围的人，家人无奈，只好将其锁在家中。然而病情却越来越严重，有人建议请清水祖师来看诊。祖师爷应邀而来，仔细观察病人后，给予针灸和草药治疗。数日后，病人竟奇迹般的康复了。村民们惊叹不已，纷纷称颂祖师爷的医术神奇。传说有一位老人在农作时被树枝刺伤眼睛，眼疾久治不愈，几乎失明。老人听说清水祖师医术高明，便前往求诊。祖师爷检查后，取来几味草药煎汤，让老人洗眼。经过数次治疗，老人的眼疾完全康复，视力恢复如初。此事传开后，更多的病患前来求医，祖师爷悉心诊治，治愈了无数病人。一次，有几名孩童在河边玩耍，不慎落水，情况危急。清水祖师恰巧路过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立即脱下僧衣，跳入水中，将孩子们一一救起。孩子们得救后，村民们纷纷前来感谢，并将这一事迹传颂开来。祖师爷不仅救了孩子们的生命，还教导村民们如何预防溺水事故，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。清水祖师爷的医病救人传说不仅仅是神话故事，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。这些传说反映了祖师爷的慈悲心怀和无私奉献精神，展示了他对百姓的关怀和帮助。清水祖师的医病救人传说展示了医者仁心的精神。祖师不仅是宗教领袖，还是救死扶伤的医者。他的行为反映了佛教中的慈悲精神，强调关心和帮助他人。这一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。神话清水祖师的传说中，有一段令人惊奇的故事。当时，他在蓬莱山修道，与4位山鬼张、黄、苏、李发生冲突。这4大将来挑战祖师，明言此地为其所据，要求祖师离开。祖师与他们斗法，4大将失败逃离，却在夜半回到清水岩，把出口悉数封死，纵火烧山，连烧了7天7夜。正当4大将欢欣鼓舞，自夺清水祖师已死，要重新占据清水岩时，却发现清水祖师无恙端坐，只是脸被熏黑了。从此4大将心悦诚服，成为清水祖师的护法神，守护着祖师的法门。清水祖师爷在佛教和道教信仰中都被视为重要的护法神。在佛教中，他被视为一位高僧和慈悲的护法神，保护信众免受灾害和病痛。在道教中，他被称为清水真人，被赋予更多的道教神奇特质，象征住道教的神秘力量和护佑能力。这些护法神的传说进一步巩固了清水祖师在民间信仰中的崇高地位。清水祖师爷在民间信仰中逐渐被神格化，被视为地方的重要守护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佛教和道教的信仰融合，使得清水祖师的信仰体系更加多样化。在佛教中，他被视为一位高僧和慈悲的护法神；在道教中，他被称为清水真人，并且被赋予了更多的道教神奇的特质。此外，清水祖师爷在台湾的信仰也十分兴盛，许多福建移民将清水祖师的信仰带到台湾，并建立了众多庙宇。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，也成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场所。清水祖师爷的信仰对于福建和台湾的文化有深远的影响。每年在清水祖师的诞辰，
农历正月初6，当地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，包括求雨仪式和神猪比赛等。这些活动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传统。神猪比赛的起源与发展。神猪比赛，又称赛猪比赛，是台湾特有的民间宗教活动之一。这项活动主要在台湾的客家族群中盛行，特别是在新竹、苗栗和屏东等地区。神猪比赛通常与祭神仪式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地方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神猪比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，当时台湾的客家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习俗，这些习俗逐渐演变，形成了独特的神猪比赛。据说最早的神猪比赛是为了祭拜土地公和其他地方神祇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猪作为一种家畜，象征着丰富的资源和农业的繁荣，因此成为祭祀的重要贡品。神猪比赛的核心在于比赛猪的重量和外观。猪只通常在比赛前的数月甚至1年开始养殖，并被特别喂养以增长体重。比赛当天，参赛的猪只被运送到比赛场地，并进行称重和评比。最高荣誉的猪只被称为神猪，并会在祭祀仪式中献祭给神明。比赛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： 1. 猪只养殖。参赛者从猪苗开始精心养殖，喂养特制的饲料，使其快速增重。养猪过程中，参赛者会特别注重猪只的健康和体重。2. 称重。比赛当天，所有参赛猪只会进行公开称重，猪只的重量是比赛的主要评比标准。3. 评比。除了重量，猪只的外观、皮肤光泽度和体态也是评比的依据。评审团通常由当地的宗教和社区领袖组成。4. 祭祀仪式。最高荣誉的神猪会在祭祀仪式中被献祭，这些仪式通常伴随着祈福、诵经和其他宗教活动，旨在感谢神明的保佑。神猪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比赛，更是台湾客家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体现。它反映了客家人对农业丰收的重视和对神明的敬畏，同时这一活动也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，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。尽管神猪比赛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宗教背景，但它也面临着不少争议和挑战。动物权益组织对神猪比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，认为这种活动对猪只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压力。随着现代社会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增加，神猪比赛面临着如何在传统文化和现代伦理之间找到平衡的挑战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神猪比赛需要在保留传统的同时，适应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法律规范。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已经开始采取措施，改善神猪比赛的方式，例如限制猪只的体重和比赛的频率，并增加对猪只福利的关注。神猪比赛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，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。它为当地社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，吸引了大量的参与者和游客，促进了地方经济和文化交流。此外，神猪比赛也成为了当地居民展示农业技术和养猪技能的一个平台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自豪感。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，神猪比赛正在进行一些转型。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开始探索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同时，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。例如，在一些地区，比赛猪只的养殖方式和比赛规则已经有所改变，以减少对猪只的压力和伤害。此外，
一些神猪比赛活动开始引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，通过减少浪费和提倡健康养殖，来适应现代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。这些改变不仅有助于提升神猪比赛的社会形象，还有助于保护这一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。随着台湾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，神猪比赛这一独特的传统活动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一些国际媒体和文化机构开始对神猪比赛进行报道和研究，展示了这一活动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。此外，台湾的神猪比赛也开始走向国际舞台，通过文化交流和合作，向世界展示台湾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。这些国际交流活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，还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。神猪比赛作为台湾独特的民间宗教活动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影响。未来，神猪比赛需要在保留传统的同时，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法律规范，进行必要的转型和改进。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，神猪比赛可以在保护动物福利、促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，成为一项更加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活动。同时，神猪比赛也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合作，展示台湾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。神猪比赛作为台湾客家族群的重要传统文化活动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。尽管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挑战和争议，神猪比赛依然在不断适应和转型，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。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，神猪比赛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找到一条既能保护传统文化，又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道路。清水祖师信仰的全球影响。随着华人移民的全球流散，清水祖师的信仰也被带到了世界各地。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北美洲，祖师庙成为了当地华人社区的重要文化和宗教中心。这些庙宇不仅是信仰活动的场所，还是社区聚会、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。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，清水祖师信仰广泛流传，例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印尼等地都有著名的清水祖师庙。这些庙宇每年举行盛大的庙会和庆典，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。在北美洲，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，清水祖师庙也逐渐建立起来。这些庙宇成为了华人社区的文化和精神支柱，帮助新移民适应当地生活，保持文化认同。现代社会对清水祖师传说的诠释不仅限于宗教信仰，还包括对慈悲、无私奉献精神的传承和弘扬。这些传说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。清水祖师的慈悲精神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公益和慈善的象征。许多地方的清水祖师庙组织慈善活动，帮助贫困家庭，资助教育和医疗事业，延续祖师的慈悲精神。清水祖师传说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，在现代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启示。许多环保组织和个人以清水祖师的精神为指导，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，推动可持续发展。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，清水祖师的传说和信仰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。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通过各种方式，如建立博物馆、举办文化节等，来展示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。清水祖师庙会和祭祀活动是其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祖师的灵验和神威，
还是当地社区的重要文化活动。清水祖师庙会通常在每年的特定时间举行，如祖师诞辰或重要节日。庙会活动包括诵经、祭祀、歌舞表演和民俗游行等，吸引了大量信徒和游客参加。祭祀仪式是清水祖师信仰的重要部分，通常包括供奉香火、祭品和诵经等。这些仪式不仅是对祖师的敬仰，也是对祖师灵验和慈悲的感谢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清水祖师的信仰和传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清水祖师的信仰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和支持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生活压力和竞争激烈，人们往往需要精神上的依靠和安慰。清水祖师的慈悲和灵验故事为信徒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和力量。清水祖师信仰通过庙会和祭祀活动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。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，也是社区成员相互交流和支持的机会，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和团结。清水祖师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。通过保护和弘扬这一信仰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价值。清水祖师爷的剑桥铺路传说，不仅展示了祖师的神通和慈悲，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。这些传说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。清水祖师的信仰和传说，作为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需要我们不断地保护和传承。通过学术研究、文化活动和教育宣传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弘扬清水祖师的精神，让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。总之，清水祖师爷的剑桥铺路传说是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文化遗产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。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这一传统文化，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清水祖师的信仰逐渐传播到福建以外的地区，包括台湾、东南亚等地。这些地区的华人社群也建立了供奉清水祖师的庙宇，并延续了祈雨等传统祭祀仪式。清水祖师的信仰成为了华人文化的一部分，并在不同的地区展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。在台湾，清水祖师的信仰特别兴盛，许多地方都建有清水祖师庙，如猛峡清水岩和三来长福岩祖师庙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六，这些庙宇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，吸引大量信众前来参拜。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，还成为了当地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。清水祖师求雨的传说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故事，它展示了清水祖师的慈悲和灵验，并反映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这一传说不仅在当地广为流传，还随着华人移民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，成为了华人文化的一部分。通过祈雨等行为，清水祖师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。这一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。清水祖师的信仰和传说将继续在未来的世代中传承和发展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。清水祖师爷